這才是真正讓人向往的生活。男人為了給妻兒一個完美的家，花光積蓄在野外建造夢想家園，內部不但裝修豪華，還能隨時帶着家人親近大自然。這是擁有豪宅夢的盧卡斯，與妻子奮鬥2年半之後，終於兒女雙全。為了讓家人擁有更好的生活環境，咬咬牙在野外盤下一塊地，秉承着花小錢辦大事的原則，他先從鄰居那白嫖了設計圖紙，再用打骨折的價格訂購了全套建築材料。盧卡斯首先在草地上釘入木條，規劃出房屋的大小，接着開來鏟車將地面的灌木叢統統鏟除乾淨。完事後立馬搖來挖掘機，沿着標記線挖掘地角。由於這片都是鬆軟的沙地，不太適合建造地下室，只需沿着房子的外牆挖出一圈基坑即可。都說地基打得牢，房子才能建得好。只見盧卡斯用評論區裡的鋼筋固定好模具，再用混凝土360度無死角澆筑。等待混凝土乾燥後，他又拿來水泥磚砌出高出地面的基牆，好讓接下來的搭建四平八穩。隨着基坑的順利回填，盧卡斯開始往地基內預埋好排污以及冷熱水的管道。完事後再將地基內的沙土刮平並夯實，為接下來澆筑混凝土做準備。不過在此之前，還需要鋪設防潮層來阻擋冬氣，上面再覆蓋上一層硬質泡沫，防止熱量流失。首先澆筑的是車庫的地板，從車庫規模就可以看出豪宅的配置，停上4、5輛車絕對沒有一點問題。在澆筑時還不忘插入地角螺栓，以保證在搭建牆體時與地基緊密相連。與此同時，還要給室內地板安排上地暖系統，將所有管道都連接到雜物間，後續就能使用鍋爐實現統一供暖。隨着地暖管道安裝到位，工人們才繼續室內的澆筑工作。雖然圖紙是白嫖的，但每一處細節都有詳細的數據和標注。接下來的搭建工作，盧卡斯決定自己上。制作牆體組件是件既耗時又乏味的工作，但想到能省下10萬美刀的人工費，盧卡斯就像打了雞血般加班加點。等所有木材都切割完畢，盧卡斯召集了一些工具人前來幫忙。首先沿着在所有外牆下方鋪設一層墊片，接着再沿着地角螺栓的位置給地板鑽好孔，把牆體的框架給組裝起來後，就可以支棱起來固定到底座上面。再釘上木條支撐牆體保持垂直，其他的牆體框架也是同樣的按部就班。直到将所有框架都構建完成，才拿來胶合板将外牆進行包裹。接下来就到了封頂環節，盧卡斯先在牆上一一的做好標記，之後就可以将訂購的屋頂橫架逐個吊裝到位。這屋頂橫架內的大空腔可以安裝大量的隔熱材料，超大的跨度還可以免去對柱子的需求。這對於盧卡斯追求的開放式生活區必不可少。與此同時，他們還搭建出了延伸的屋頂懸跳，能更好地保護房屋免受雨雪的侵擾。隨着屋頂橫架全部安裝到位，密封屋頂的工作也緊鑼密鼓地進行着，一張张的胶合板整齊劃一安装到位。完事後再覆蓋上一層防水材料。而一棟真正的豪宅，大氣的門廊不可或缺。他們先用原木搭建出門廊的立柱與橫梁，之後把定制好的橫架安裝到位，同樣再拿來胶合板对門廊頂部進行密封，緊接着就可以拿來瓦片安裝到屋頂上。首先在屋頂上彈出筆直線條，以確保每塊瓦片的安裝達到橫平豎直。與此同時，牆體的防水也尤為重要，外牆無死角地裹上一層防水膜，才能確保室內溫暖乾燥，不会走漏半點風聲。同時再用彩鋼瓦對裸露的屋檐進行密封。現在整個屋頂的搭建就算完成了。接下來就到了面子工程，盧卡斯訂購了一些用於裝飾的材料。不過在此之前還要將玻璃窗給安裝到位，由於是事先定制好的，四周打上密封膠水後就可以扣入窗框固定。根据效果圖，牆角以及门框、窗框都要裝上黑色的原木包邊。接着再給外牆釘上灰色的裝飾壁板，而下半部分牆體則是貼上石塊做裝飾。黑灰色的壁板搭配上黑灰色的石塊，這該死的黑灰色高級感一下子就出來了。隨着一場冬雪臨幸這片土地，為了早日住上新家，室內的裝修也立馬提上日程。在安裝保溫材料之前，盧卡斯首先完成了內牆的框架，接着鋪設好所有的水電管道，最後才將绝缘材料嵌入牆體框架內，之後就可以用石膏板對室內牆體进行密封。在刷漆之前，還需要用膠帶对接縫进行粘貼，然後再給牆體刮上膩子，刷一層白色乳膠漆。為了讓室內更具層次感，盧卡斯還在天花板邊緣安裝上定制的頂角線，
同時還給窗框做上同款的窗台和包邊。在密封客廳的天花板時，盧卡斯首先標記出後續安裝裝飾橫架的區域，接着就用這種自帶榫槽的木板對天花板進行密封。完事後才往天花板上組裝定制的橫架裝飾，沉重的原木搬運起來相当吃力，不過好在有起重机和工具人的輔助。接下來也是时候为豪宅的靈魂，也就是壁爐搭建框架了。這個過程看似簡單，實則一點也不複雜，畢竟它可是白嫖了全套詳細的設計圖紙。等待框架完成，安裝上手工鑿成的壁爐架，再用膠合板密封好，然後就可以貼上與外牆同款的石塊作為裝飾。完成之後，這效果你就說好不好看吧。而接下來盧卡斯才開始鋪設整個房屋的木地板以及浴室瓷磚的粘貼。完事之後就到了家具進場的環節。至此，盧卡斯的新家就算建造完成了。接下來讓我們一起沉浸式的欣賞一下他的豪宅，最後附上大家最關心的建造成本。